古人云：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世上存在着4大驚人的因果法則，揭示着人生並非充滿偶然，萬事皆有其內在因果聯繫。人生似海，潮起潮落，那些始終能夠主導自己命運的人，都深諳這4大因果法則。第一個是回聲法則，世界宛如一個巨大的空谷，生命恰似一種回聲，你發出何種聲音，便會聽到何種回應。向世界表達善意，自然能收穫善果，而表達惡意，則必然會招致惡果。《左傳》中記載過這樣一則故事：春秋時期，晉國大夫魏柯的父親臨終前，起初要求將自己的愛妾祖姬放歸自由，任其改嫁。然而病危之際神志不清，又改口讓祖姬殉葬。父親去世後，魏柯於心不忍，依舊讓祖姬改嫁他人。後來在戰場上，魏柯與秦國大將杜回廝殺，危難時刻，一位老人用繩套絆倒杜回，魏柯趁機將其俘獲，大獲全勝。後來才知曉，這位老人正是祖姬的父親。佛家有言：萬般帶不走，唯有業隨身。一個人一生所行的善事與惡事，都會以各種形式返回到自身。愛出者愛返，福往者福來，善惡到頭終有報。保持敬畏之心，積德行善，方能規避禍患，讓福氣常伴左右。第二個是磁場法則，《道德經》中講：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。追求道的人，道會樂於成全他；追求德的人，德也會樂於成全他。人生恰似一個磁場，你相信什麼，就能吸引什麼，吸引什麼，就能成為什麼。物隨心轉，境由心造。一個人內心若相信美好，便會吸引美好，收穫美好。有這樣一個故事，皇帝做了一個夢，夢裡山倒了，水乾了，花謝了。他醒來後將此夢告知皇後，皇後說：不好啊，山倒了意味着江山不保，水乾了表明民心離散，花謝了說明好景不長。皇上一聽，整日憂心忡忡，無心打理朝政，身體也每況愈下，國家漸漸動盪。後來大臣得知此事，對皇帝說：皇上，這個夢乃是吉兆啊，山倒了，天下便太平；水乾了，真龍得以現身；花謝了，果實即將成熟。皇帝一聽，頓時精神振奮，身體逐漸好轉，做事也充滿動力。很快，國家便恢復了安定。正如心理學家馬斯洛所說，心態改變態度，態度改變習慣，習慣改變性格，性格改變命運。古人亦云：人為天地之心，萬事萬物皆是人內心的投射，你相信什麼，就能擁有什麼。第三個是沉船法則，一個人的福德好比船隻，財富則是船上承載的物品。一旦船上的物品超過船的載重，船便會慢慢沉沒。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。一個人的福氣若超過德行，遲早會招來災禍。五代後唐莊宗的皇後劉氏為人貪婪，憑借權勢在民間大肆斂財。當國庫無錢發放軍糧時，後宮的財物卻堆積如山。宰相多次進諫，希望劉皇后暫借銀錢發放軍饷，她都拒不答應。後來李嗣源發動兵變，莊宗眾叛親離，被亂兵所殺。劉皇后帶着財物逃到寺廟削髮為尼，最終仍難逃一死。了凡四訓說，百金財富必定是百金人物，千金財富必定是千金人物。一個人有多大的福德，才能承載多大的財富。人有德必有福，人無德必有災，不必奢求過多，修好自身品德，便是一個人最大的福分。第四個是天平法則，人生猶如一架天平，左邊是付出，
右邊是收穫，1分付出，1分收穫，10分付出，10分收穫。無論想要獲得什麼，都需付出對等的努力。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，所有光鮮亮麗的背後，都隱藏着無數的艱辛與苦熬。元代的《琵琶記》家喻戶曉，但其背後的故事卻鮮為人知。作者高明在自家小樓裡潛心創作了3年，一邊寫曲，一邊用手在桌上打拍子。3年過去，《琵琶記》完成，桌上的拍痕足有1寸多深，樓板更是被拍穿，其中的艱辛難以言表。後來，明太祖朱元璋見到《琵琶記》，讚嘆不已，對高明極為欣賞，屢次徵召他。高明也因此名聲大噪，成為一代傳奇。胡適曾說，今日之失敗，都是因為過去的不努力，今日之努力，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。一個人只有沉下心來做事，持之以恆，才能終有所成。不要幻想不勞而獲，不要總是坐等坐享其成。天上不會掉餡餅，人生沒有僥倖，踏踏實實付出，才能有所收穫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